今天以前，我还在犹豫，我调查你，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证明我是对的。我也劝你一句，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不是我，是你。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出了问题，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是比稿输了吗？比那个还可怕，我们的标书很可能被剽窃了。剽窃？是这样的，前2轮的比稿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第3轮比稿的时候，我的 proposal 刚做到了一半就被艾文当场打断了，说我们的创意和明师的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啊？你是知道的，实景模式这个创意，我们公司之前没有用过，国内就没有几家公司用过，而明世之前的创意也不是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那 Stella 知道这件事情吗？几个合伙人都已经知道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可能要流产。说标书的事儿。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什么情况？我觉得标书被剽窃跟江总的男朋友谭新凯有关系。谭新凯旁边那个女的是明世的客户总监萧雅，就是她接替了沈英杰，继续负责小力士奶粉的比稿。这几张照片是我在比稿结束的当天下午拍到的。你想啊，这边比稿刚结束，我们 DL 栽了大跟头，那边他们俩就偷偷摸摸的见面。很明显，那个萧雅就是因为比稿的事情去感谢谭新凯，他们俩肯定之前就已经接触上了。至于有没有送过别的东西，我暂时还不清楚。老大，你猜这张银行卡里得有多少钱啊？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不要再查谭新凯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可没跟踪他。那天我去吃日料，正好他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算他倒霉。现在要说标书被剽窃跟他没有关系，打死我都不信。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谭新凯得查，而且要查得清清楚楚，水落石出。来吃。你说你这也不吃也不喝的，一进门就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说好了哈，不能生气。怎么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呢？我们公司的标书被人剽窃了，这事你知道吧？我知道。比稿那天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但说实话，我不相信你们公司会抄袭明世。但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也弄不清楚。你跟明世的萧雅熟吗？熟啊。多熟？就像跟你们公司抒情一样熟啊。比稿那天，有人看见你们俩见面了。见了。他给你什么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边还有一张银行卡。据说那张银行卡里边有30万。但你放心，我没拿。这30万呢，对我诱惑的确挺大的，但是
绝不足以让我搭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这个人呢，有野心，也想挣更多的钱。其实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一直努力做到自己能配得上你。所以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我心里特别有分寸，我有底线。真的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是相信你的，只是这突然听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忍不住想要问一下。没关系的，这个事情你该问。从我喜欢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去承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和误解。这几天我一直试图和飞扬继续沟通，但是严小慧拒绝听我解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的失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时候追究责任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补救，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飞扬居然认定是我们剽窃明氏的方案，这到哪说理去？明明是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这件事儿不是飞扬干的，就是明氏干的。也许是他们两家联手干的。我再说一次，现在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小粒氏奶粉这个项目抢回来。现在正面强攻已经行不通了，各位换一个思路吧。其实小粒氏奶粉最重要的是人，是严小慧。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敢断定这个事情跟她肯定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把她拿下，我们的对手也会把她给拿下的。是人就有弱点，所以事情咱们还有机会。你说吧。我去查了严小慧，她这个人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所以想要讨好她，其实挺难的。那就是说，没招了呗？那不一定。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办法就在灯火阑珊处。他有个女儿。什么意思啊？严小慧30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一直都当宝贝疼着。她女儿今年6岁了，下半年开学就要上小学了。但小慧家所在区的小学都很一般，所以她一直在想办法给女儿申请几个比较好的私立小学的名额。但她看上的学校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有几个连名都没有报上，最后只拿到了良德小学的面试资格。但很可惜，在面试的过程中，她女儿就被刷了下来。哎，你先等一下。不是你说了这么多，还这么快，我都有点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是 Stella 派给你的任务吗？我能干嘛？你听我把话说完。他女儿是因为英语不行才没有通过面试的，所以严小慧现在把他女儿送到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巧了，你的好朋友邦尼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那当然，我出马还有问不到的嘛。严小慧的女儿在我们这里上的是英语强化班，那都是为了考重点小学突击的。她女儿的基础呢，其实比其他小朋友还好一点，但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又不爱说话，所以口语就不好，面试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哟，邦尼老师，想好了。是来交道歉信的。什么道歉信啊？我又没有犯错。你不交道歉信，你来干什么？你忘了，你已经被停课了。被停课就不能来了吗？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呀，不行啊？你懒得理你，哼！懒得理你？谁呀？我们校长。你们校长就这么说话呀？我不
想惯着他。再说了，我是我们学校金牌教师里的 No.1，大不了我不在这里干了，有的是学校想要我。哎，不说这个了，这个幼升小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呀？严总，你好。你怎么也在这儿？我特意来找你的。小丽式奶粉的案子，虽然没有公布结果，但是我们已经倾向选择民事公关去做，下周就签约，你就不用再费心思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对不起，我不想谈公事。我跟你说的也是私事儿。你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吧。我听说你女儿升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呢就多了个事儿，从良德小学那里为你女儿又争取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那我要先谢谢江总的好意了，但是我女儿实在是太内向了。上次去面试的时候，她一进考场就开始哭，没过几分钟就哭着出来，晚上回家还发了烧。再给她一次机会啊！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最好的闺蜜啊，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她跟我说，其实你女儿的基础很好，只不过就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要不然给她一次机会。How are you？ 你看，你就是不敢开口。你放心，我闺蜜是这里最好的老师，她一定会有办法的。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You should say yes. Yes.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louder? Yes. Louder, please. Yes. Good job. So,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小乖. Nice to meet you, 小乖. I'm Cinderella. 我就说一定会有办法吧，把她交给我闺蜜，我相信突击1天之后，面试一定没问题的。Can you play with me? Wow, you look so beautiful, like a princess.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南希。今年几岁了呢？6岁。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先别着急，我的朋友帮你跟我说，其实小乖的基础很好，她就是有些紧张，放不开。她只要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定没问题的。那现在请用英文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说呀。他在你朋友那儿不是说的挺溜的吗？怎么到了这儿又不开口了？咱们再等等。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Liu Nanxi. I'm 6 years old. I like to read books, play games with my mom and dad, eat apple and fish. Of course, I also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beautiful children. I wish you could like me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Liu Nanxi. What is it in your hand? It is Cinderella. I wish I could be a good girl like her too. You have already been a pretty good girl. Thank you. 你看，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她这次一定能够通过面试的。我真是没想到，我该
怎么感谢你才好？不用客气。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做父母的出来打拼，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相信小乖长大了一定会感激你的。江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严小慧的电话，他们决定还是将小律师奶粉的项目交给我们 DL 来做。真的呀？哎，他怎么跟艾文说的呀？前2轮比稿的时候，我们一直提的都是实景魔术这个方案，明示肯定是从第3轮比稿的时候突然提出的。艾文之前没有参加过前2轮的比稿，根本不知道情况，但这一点上，严小慧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他只要把我们和明示之前的2轮方案往艾文前面一放，一目了然。所以他做的就是说实话而已。唉，有的时候说实话也不容易呀。严小慧说，是艾文把3轮比稿方案放在一起对比，他发现 DL 的3轮比稿核心亮点都是实景魔术，而我们的前2轮亮点是普通的明星邀请广告片。到了第3轮，突然画风就变成了实景魔术，所以艾文就认为我们有嫌疑。那姓谭的呢？他拿了10万块钱，还要拿这个项目利润的5%，这事情怎么办的？就办成了这样吗？说话呀！10张券，1张卡，10万块钱，1分没动，全在这儿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事没办成，这钱我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嘛。哎呦喂，谭经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吧？这件事不成，那咱以后还不合作了吗？哎呦，快，你快收拾，快收拾啊！谭经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具体我也不清楚啊，我还以为马上就要跟你们签约了呢。可是严总突然通知我说要把小丽式奶粉签约给 DL 了，我还纳闷呢。那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没法跟袁总交代啊。哎呦，谭经理，求你了，帮忙啊！牛排切好了，快趁热吃啊！谢谢。不客气。热烈庆祝，你们拿下了小丽式奶粉这个项目，恭喜！刚还说热烈祝贺，这下就叹气，到底怎么了？今儿这么高兴，就不扫你兴了？可是你不高兴，我怎么开心起来呀？没什么事儿，就是工作上的事儿。那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公司有人传言说，你们拿下了小丽式奶粉这个项目，全靠是我帮的忙。不是谁这么无聊啊？我们 DL 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拿下这个案子的，好吗？说实话，别说他们，连我都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一开始就是他们明示在暗中捣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决定力挽狂澜，救危难于水火中，一出手扭转了乾坤。哈，你这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严小慧呢，在为她女儿找小学的事情在头疼，我就稍稍的努力了一下，帮她女儿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我又让邦尼给她女儿辅导英文，结果她女儿又考上了。所以说，他把你们之前2次比稿的方案给了艾文，这叫善有善报。他们明示从一开始就出阴招，现在拿不到案子，活该。那得好好祝贺你们击败了明示，来，恭喜。大林，这次小丽式奶粉的事儿，我没帮上什么忙，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啦，你要是帮我了，我才会怪你呢。
不是说好了吗？公私分明。那快吃快吃，你也快吃啊。有些话我知道，其实不应该说，但是我现在已经要离开了，加上江总之前对我又不错，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防着元素。元素，他怎么了？他这个人啊，年纪不小，但做事没有规矩，全都是江湖套路。您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这次竞标，他找过我，让我提供方便，被我拒绝了。所以后来再出现标书创意一致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当然了，我的看法跟你们一样啊，我也认为标书是被剽窃。您的意思是说，标书被剽窃和明氏有关？假如说是明氏剽窃了你们的方案，那就说明我的部门一定有他们的内应。以后你们再跟飞扬集团打交道，一定要多个心眼儿。话，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把第3轮投标的整个过程再跟我复述一遍，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在去飞扬大厦的路上，我给严小慧打了一个电话，跟她沟通了一下内容。然后在飞扬大厦的前台，我碰到了市场部的2个同事小汪和小苏。因为离竞标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到休息区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遇到了市场部的经理谭新凯。谭新凯，对，他那天是负责整个流程的主管，而且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先讲，明氏后讲，但这一次换过来了。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是你们先讲，所以这次调换顺序也是公平。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是谭新凯带你过去的？对，他让我们把比稿的方案拷进他们统一的电脑里面。舒总，一会儿呢咱们统一用这台电脑做演示，等肖总考好之后，你看你把你们公司方案一块拷进去吧。谭经理，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电脑？舒总，这么谨慎啊？待会儿是我们先讲，你怕什么呀？其实我知道，在拷电脑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漏标，因为所有竞标人的方案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就有一方趁人不备，将另一方的方案拷进自己的 U 盘里。但那天是明氏的人先讲，其实我这样做也就是多防了一手而已，没有多大意义。你确定那天只有谭新凯在场吗？不是，还有2个同事，确切的说应该是工作人员。一个是小刘，另一个面熟，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哎呀，有你刚才那些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你放心，我咬紧牙，我也要坚持下去，不能让你笑话。其实呢，升不升职、当不当官，这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的看着你，勇敢的追你，这是最重要的。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那我得提醒你，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防着点儿。防着点儿。小丽是奶粉标书被剽窃那次，严小慧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内鬼就出在你们部门，所以你当然要防着点儿啊，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知道了，谢谢啊。哎呀，都说职场如战场，没有经历过，还真的想不到，原来这么可怕。想什么呢？哦，没有，我在想，哎，周末带你郊游去怎么样？这个周末不行，我有事情。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魏哲异父异母的弟弟搬家，
因为他刚装修好房子，想让我们去暖暖房。哦，异父异母。啊，哎，那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啊？啊？哦，你要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吧。其实我真的挺想跟你一块儿去的，因为我想让他们都知道我。你把讲标书的整个过程再给我讲一遍。当时是萧雅先讲的，她走了之后我才讲，我讲到一半就被安文给打断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讲标书的过程，整个时间压得非常的紧，就算有人想剽窃，估计也没有时间呀。咱们再往前倒，比稿的头一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储存标书的硬盘有没有离开过你？或者，有没有谁碰过你的电脑？不可能啊，我的电脑都是有密码的。而且在这段时间，我害怕出意外，每天下了班都是带着电脑回家，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来。而且在比稿的前一天，我还是等到了很晚才去打印的标书。拿回标书之后，就一直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等等，你是说，头一天晚上你打印过标书？是的，因为有一些公司只要电子版的方案讲标就可以了，但像飞扬集团这样的大型公司，一定是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纸质版的标书，还要指定我们去他们定点的印刷供应商那里去打印，以确保规格的统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查内奸。你们是飞扬集团的呀？对，上周四晚上我们在这儿打印了标书，你看11、12也没有，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多余的。上周四不是我值班的，是老于。老于在哪儿啊？哎，老于，老于，哎，过来一下。他们找你有事儿。老于，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啊？上周四咱们打印的这个标书啊，11、12页没有，咱们还有多余的吗？哦，是这本啊，没有了，没有了。我记得那天晚上让你多打印了几本呢。哪有多几本啊？谭经理打电话交代我说，就多打印1本，我给了后面来的女的了，就再没有了呀。是谭新凯，谭经理让你多打印的1本。是啊，那女的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就说是谭经理让他来取的。咱们找个地方，用男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决斗，干吗？不干。如果你不敢的话，我劝你趁早从江大力身边滚开。而且我告诉你，今天是我求着江大力带我来的，我就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你，别在背后搞小动作，不然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的。今天以前，我还在犹豫。我调查你，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证明我是对的。我也劝你一句，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不是我，是你。魏哲，魏哲，
来了。至于决斗，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奉陪。